Hello， 大家好，我係雨姐。今日咧就係時候同大家講下我最新嘅工作消息啦。由我10月1號落機到依家咧，已經過咗半年啦。我亦都轉咗新工啦。首先講咗啲開心嘅嘢先啦。第一件事咧就係我返咗我酒樓嘅舊公司度做啦。呢一間公司咧喺華人公司嚟講咧，跟足晒加拿大政府嘅法律嚟行咧，已經係一間好好嘅公司嚟㗎啦。所以咧，我能夠可以返得返去咧，真係非常之幸運啦。我好多謝佢哋個 HR 同事啦，係因為咁啱遇到佢，所以我先至咁快落地就揾到第一份工啦。而今次咧都係因為佢啦，所以我好幸運咁樣可以做得返類似我本行嘅工作，亦都返去一間咁好嘅公司度做啦。喺呢一度咧，非常之感謝佢啦。而我今次入返去做咧，已經唔係做企台啦。今次入返去做咧，係做帶位嘅工作啦，即係聽電話落 booking、編排時間、安排座位呢一樣嘢咧，係比較似我以前做過美容院或者 service apartment 裡面嘅維修部，同啲客人落 booking 嘅工作。比較接近 reception 嘅工作啦，雖然個工作性質好類似啦，但係有少少唔同嘅分別就係美容院裏面啲美容師或者 service apartment 裏面嘅維修師傅，佢哋係會願意犧牲自己食飯嘅時間都去幫你做嘅。但係喺餐飲嘅角度嚟講呢，你冇得逼個客話快啲食完嗱臨走噶嘛，所以呢一度咧係比起我本身做嘅 reception 咧係難度高少少嘅，咁我都好希望自己可以符合到佢哋心目中嘅要求啦。雖然我入返同一間公司啦，但係我咧係去咗另外一間分店喺downtown裡面嘅，咁我就用多咗好多英文啦。而我主要接觸到嘅客人咧，大部分都係用英文溝通嘅。呢一樣嘢咧對我嚟講係非常之大嘅幫助啦。而本身咧我喺香港咧都係好中意出去市區返工，即係可能搭9個字車出尖沙咀或者中環返工嘅一個人啦。而依家嘅感覺咧就有少少返去出市區工作嘅嗰種感覺，我係非常之中意。即係downtown裡面嘅環境咧，就好多高樓大廈啦，比較接近返香港嘅景觀啦。而我本身打過嘅嗰4份工咧，其實都係喺 Richmond 附近啦，同一個 SkyTrain 站附近嘅，係有一種少少頹嘅感覺。即係搭10分鐘巴士咧，出到去就返到工啦。然後咧眼蒙蒙都未瞓醒咧，蒙下咧返到公司啦，跟住個人都未醒暈咧，跟住又要返工啦。而我補充返少少我當初做侍應企台呢一個崗位嘅時候嘅一啲，對我嚟講係一啲好印象深刻，同埋就係有種感覺啊，點解當初我會做得到㗎？我覺得有啲難以置信嘅一啲事啦。酒樓裡面嘅玻璃轉盤啦、屏風啦、細台轉大台嗰塊木板啦，然後要擔梯擒上去個魚缸裡面捉魚啊、捉海鮮啊、捉蟹啊，對我嚟講都係非常之新奇嘅一件事。即係到今時今日咧，諗返起點解啲嘢咁重咧，我都可以憑我嘅意志力去支撐得到我去做得唔好，但係起碼我做咗，我覺得係非常之神奇嘅一件事。呢一樣嘢都係憑住我嘅獅子山精神去捱過咗呢一件事，咁我都好感激我可以返去呢一間公司啦。因為眾所周知，華人公司揾到一間咁金足法律嘅咧，其實都比較難嘅啦。而我咧都終於有返我終於揾到本行啦嘅感覺咯。咁當然啦，個性質有少少唔同。啱先都講咗啦，餐飲類別嘅 reception 咧，比起我之前做過嘅行業都係比較難度高少少啦。咁所以咧，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啦。同時我亦都曾經俾呢一間公司 lay off 過咧，所以對我嚟講咧都係難度好高嘅一件事。希望可以符合到佢哋心目中所想啦。而佢哋都知道我喺呢一行裡面嘅 reception 咧係比較新少少啦，所以佢哋咧都係安排咗我最唔忙嘅時間，逢禮拜2、3、4去返工啦。雖然係 part time 嘅形式啦，但至少我可以揾得返符合我本行嘅性質類型嘅工作經驗，係本地嘅加拿大經驗啦，已經算係好好㗎啦。而我自己都有統計過咧，其實我喺12月份到今時今日咧，已經係 send 咗超過70幾封嘅 CV 啦。其實都有1、2間公司係有回覆嘅，但係嗰啲咧都係一啲自動類型嘅，叫你拍片去自我介紹嘅一啲 auto 嘅回覆咯。點解我今日選擇咗俾大家睇我嘅紋身嚟拍片呢？
個原因咧就係想俾大家睇到我嘅反差文啊。其實同我共事過嘅人咧都知道我喺職場上咧其實係比較陰聲細氣啦，然後講嘢咧就好重視禮貌嘅一個人嚟嘅。咁而大家俾我嘅 comment 咧，可能係覺得我斯斯文文啦，或者溫柔啦，係會得到好多呢啲 comment 嘅喺職場上。而我喺職場上咁鵪鶉嘅性格咧，同我出去識朋友啦，或者同其他人傾偈咧，係有少少唔同嘅。咁同一個時間咧，大家見到呢一個我咧，都係會可能有機會會蝦我咁樣啦。基本上我出到去返工咧，我都係唔係好講嘢㗎，即係唔會特登去同人哋太過 social 啊。真係甚少公司係會見得到我會 social 嘅嗰個畫面咯。咁而我做咗咁多年嘢咧，其實講真，有邊一間公司係冇一啲人際上面嘅問題啊？咁我都睇到好化㗎啦，其實。咁而因為我真係好少講嘢嘅緣故咧，就俾人恰嘅次數咧係恰得更加厲害啦。而接住講嘅呢一件事咧，其實係有少少唔係咁開心嘅情況啦。咁當然啦，我都係沉澱咗好幾日，靠我自己嘅自我調節咧，我終於得到一個舒緩，所以先至可以拍到今日呢一條片咯。同一個時間咧，我都好多謝有同過我傾電話、聽我訴苦嘅人啦，因為呢啲嘢係唔係必然嘅。當然啦，我都好明白，不斷咁樣同人哋放苦咧，其實唔係一件好事啦。所以咧，我近呢幾年基本上我都係學識自我去調節啦，甚至乎都好少同屋企人講我嘅唔開心。而另一方面咧，因為每個人其實都係一個獨立嘅個體啦。即係每個人嘅睇法同埋經歷都唔一樣，未必個個人咧都可以有一個少少嘅同理心，或者未必經歷過你經歷嘅事情咧，就俾唔到啲乜嘢好大嘅幫助嘅意見你啦。咁當然啦，呢一啲嘢其實都係適唔適合嘅問題，而唔係一啲對與錯嘅問題啦。即使大家嘅價值觀未必一樣啦，但係我都好多謝你哋曾經聽過我訴苦嘅人。事緣咧就要講翻我喺呢一間麵包鋪咧，就大約係平安夜嗰一日第一日翻工啦，做到3月嘅31號，即係大約3個零月嘅時間啦。之前同過你哋講咧，話我係翻超過11個鐘頭嘅。但係呢一間公司咧係分2個公司名出糧，所以咧我係冇享受到加拿大政府規定嘅1.5倍 OT 錢嘅。而裡面嘅職場文化咧，可能大家嘅鄉下唔係好一樣啦。即係我嘅鄉下係香港，而我係喺一個極度高壓、受控制嘅環境之下工作咗3個幾月，係非常嚴重舊派老一輩嘅管理模式。即係除咗佢呢一位上司以外嘅所有人都係錯嘅，要完完全全跟足佢一模一樣倒模咁樣做先至係正確。同一時間係有一個好嚴重嘅問題，老一輩華人嘅文化，一啲打人嘅文化，即係可能佢哋講得興起、興奮、開心，佢高興嘅時候，佢就會喐手喐腳，兜嘢拍落去你個手臂上面。即係我一開頭入去做嘅時候咧，就已經受到呢一種形式嘅對待啦。而我咧嗰陣時選擇咗啞忍。大家都知道我揾到呢一份工嘅同一個時間咧，我係揾到另外2份侍應工係要洗廁所嘅。即係對我嚟講咧，個心理關口未跨得到啦。然後同一時間就揾到呢一份麵包鋪係唔需要洗廁所，我嗰一刻咧其實係覺得好感恩啦，可以揾到一份好工啦，終於。點知一入到去做，過咗1個禮拜之後就已經受到呢啲高壓嘅對待啦，然後咧仲感受到呢一個華人打人嘅文化，即係可能其實佢係對你有好感，或者覺得你份人講嘢搞笑之類。所以咧就去喐手喐腳啦，咁但係其實
喺我哋呢一輩嚟講，呢一個文化已經消失咗好多年，而同一時間呢，其實我哋對人與人之間嘅距離感呢，都係好重㗎。尤其是特別係我啦，我係唔中意人哋行得太近嘅。其實咁，但係佢哋呢一輩嘅人呢，係冇呢一啲距離感啦，亦都會有呢一種打者愛也嘅文化嘅。咁而啱啱講到啦，我一開始咧係啞忍咗好幾次啦。咁其實佢嘅次數都唔算話好頻密嘅。後尾去到我覺得有少少唔對路啦，即係已經係講緊都接受過好幾次嘅呢一種對待啦。咁然後我終於學識反抗，即係出聲，係啦。咁我就好大聲咁樣，我唔理有冇客人喺度啦，我都好大聲咁嗌話：你可唔可以冇打人啊？唔該咁樣啦。咁之後喺嗰一日呢，我講完呢一句説話係朝頭早講嘅，點知呢，去到夜晚嘅時候呢，佢就揾兩隻手指喺你啲肉上面搣起你啲肉，再扭落去。係啦，跟住呢，唔係細力㗎，真係唔係細力㗎，唔係講笑。佢每一下打落嚟，我都係有痛嘅感覺㗎。而佢咁樣搣我呢，係好大力嘅，對我嚟講。可能喺呢一個人嘅角度嚟講呢，佢係用咗最細嘅力啦。咁但係施虐嘅人永遠都唔會覺得自己有問題㗎啦。而喺我嘅角度啦，第一係好冇文化嘅一件事啦，第二樣嘢係呢個人嘅抗壓能力同埋情緒管理都係做得非常之差。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不斷咁用鬧嚟做一個情緒嘅抒發同抒壓咯。而呢一套咁樣嘅情緒管理嘅模式呢，喺老一輩嘅華人身上呢，係好多時候都會見得到嘅。其實咁可能佢哋以前嘅嗰個年代就係用緊呢一套嘅方式去管理一間公司啦，而佢哋接受過呢一樣對待之後呢，佢哋冇去 tune 一 tune，亦都覺得可能係正常，甚至乎可能覺得呢一套就係原有嘅，何必要改變呢？而我嘅情緒到一個臨界點呢，就係我同呢間公司呢準備分手嘅時候呢，我打咗一段小嘅文字同呢一個人指責佢呢一個行為啦，得到嘅回覆呢係話我誣蔑佢咯。我嗰一刻係覺得非常之委屈。不過另一方面諗啦，如果呢個人覺得自己有問題，或者佢覺得呢個行為係錯嘅話，佢根本唔會做出嚟。而我呢幾日嘅情緒調節呢，我就會覺得唔需要同你啲咁冇文化嘅人去計較。喺你嘅角度，可能係覺得玩，但係如果其他人用同樣嘅方式去咁樣對待你，你又會有啲咩感覺呢？或者你覺得咁樣俾人打都冇問題，甚至乎可能你覺得呢一樣嘢係唔構成傷害，但係俾人打嘅人即係我。當刻發生咗呢啲事，我嗰下係好震驚，亦都唔識點樣處理。而基於因為呢一邊難揾工嘅緣故，所以我選擇咗啞忍，然後持續咗一段時間，呢個行為亦都持續咗好幾次。而我選擇咗出聲，因為我真係覺得好有問題而頂唔順。而呢一件事對我嚟講係一件好嚴重嘅行為，而對我構成嘅心理陰影亦都係好大。喺香港做咗10幾年嘢，每一間公司嘅心理戰對比起之下已經係好少嘅事情。而同人冇乜距離嘅男性華人呢，我都有遇過嘅，甚至乎呢係可以近到咁樣嘅距離。而我呢，當刻當然係唔識處理，亦都反應唔切啦。甚至乎喺我後面篤我雲精，
我真係覺得我反應唔到，而我能夠做到嘅嘢呢，就可能係學識之後呢，有咩幫到你啊？係嘅，大佬，即係可能雙手合十咁樣去叫做一個少少嘅保護性啦。咁甚至乎就係有得唔行咁近就唔行咁近，可能佢行過嚟，我就退開兩步，只能夠做到呢一啲去避免有啲咩令到自己唔開心嘅情況出現啦。嗰陣時我做嗰個 CS 嘅崗位呢係企嘅，咁就可能都有好多呢一啲好橫衝直撞坦克車咁樣，跟住又係同人冇乜距離嘅人，係有遇過嘅。回想返起，而做到嘅處理方法就係你好，有咩幫到你咁樣，即係舉隻手出去，盡量可以拉遠啲個距離。咁但係呢一啲人嘅 feedback 呢，可能就係點解你要咁樣做？你唔尊重我咯。但係點解你會覺得你同我咁近，可能差幾 cm 嘅距離，即係就嚟錫埋你㗎，大佬。點解你又會覺得咁樣係尊重緊我呢？其實我再以前啲呢，我係有做過做啤酒嘅 promoter 啦。咁裡面呢，我係要不停咁樣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食肆、唔同嘅餐廳放題啊、大排檔啊、小菜館啊、酒吧、餐廳或者酒吧等等嘅唔同類型嘅有酒嘅一啲店鋪裡面去 promote 啦。咁裡面遇到嘅事情都有好多唔開心嘅經歷都有嘅。咁但係你話打人呢樣嘢呢，so far 我個記憶中呢，就未去到咁大身體接觸嘅，即係最大可能都係咁樣推一推你或者拍一拍你想嗌你嗰一種啦，而唔係無啦啦講下嘢跟住兜嘢咁樣咯。即係我都唔知俾到啲咩反應。如果大家對啤酒 promoter 或者商場 CS 呢一啲職業裏面嘅一啲經歷有啲興趣嘅話呢，我都可以再拍片同大家講嘅。不過我自己呢，對於呢啲唔開心嘅經歷呢，都基本上忘記得一乾二淨㗎啦。即係咁啱又遇到類似嘅事情呢，我先至突然之間回想起返少少丁士咁多，咁係咯。而呢一啲人呢，係冇諗過，其實每一個員工或者曾經幫你打過工嘅人，其實都係一個客人嚟。一個人係可以揾好多嘅工，冇咗一份工，仲可以有好多嘅公司可以做選擇。但係你一間公司呢，冇咗你嘅聲譽就冇咗㗎啦。而呢一啲人係從來都冇諗過，其實你咁樣對待一個員工，令到個員工其實有好大嘅 hard feeling，日日都喺唔開心嘅情況裡面呢，其實都唔會對你啲客人好咯。所以當你去揾工，你見到啲人可能黑口黑面嘅話呢，你就會知道呢一份工一定係唔好做咯。呢一樣嘢對我嚟講係一個非常嚴重嘅行為啦。我唔知大家有啲咩睇法，歡迎喺留言下面話我知啦。咁另一方面呢，可能有啲人會好有興趣，想知道呢一間嘢係咩嚟。我可以俾少少 hints 大家啦，就係呢兩間個名呢，都係喺香港一個大集團嘅麵包鋪嘅名嚟嘅。如果你見到有兩間麵包鋪，佢裡面啲製服或者啲 product 好似樣呢，你唔使諗啦，就係佢啦。而我呢，都唔會話呼籲啲乜嘢嘅，對我嚟講，我只係一個普通人，亦都冇咁嘅資格去勸大家做啲乜嘢啦。咁大家聽完我講之後，仲會唔會光顧佢，或者對呢間嘢仲會唔會有興趣呢？呢啲嘢都係你哋嘅選擇嚟。而我喺呢間嘢呢，唯一學到嘅嘢呢，就係點樣分辨加拿大嘅貨幣，因為喺麵包鋪裏面工作呢，除咗麵包出攤，然後呢就要入袋啦，跟住就係收銀，就係做呢啲。基本上呢一份工呢，就係不斷重複性嘅工作啦。然後呢，其實就係一個小型嘅工廠模式咯。而
而我每次收養嘅時候呢，都盡量用英文同啲客溝通啦。咁所以呢，我先至可以練習到我啲英文可以流暢翻少少啦。但係我同啲客用英文溝通呢，都產生到一啲奇怪嘅問題出現嘅，即係會有一啲講普通話嘅人呢，可能唔係好識聽啦，甚至乎呢，有一啲用普通話嘅人問我：你是不是中國人？然後呢，就不斷咁重複2、3次去問你係咪中國人。喺我嘅角度呢，其實我覺得好奇怪嘅，即係我身處喺一個西方嘅國家，主要嘅 language 呢都係英文啦，第二呢係法文嘅。然後雖然我住喺一個華人區啦，但係其實我去到一啲華人鋪，可能問啲職員嘢嘅時候用粵語呢，有一啲呢就即刻會閪面啦，然後呢，就用一個好凌厲嘅眼神望住你。係啦，嗰啲人係講普通話嘅。咁我唔係想話分化啲乜嘢啦，咁但係其實中國人都可以唔係講普通話嘅啫。雖然佢叫普通話嘅原因就係比較普遍，所有人都會認識嘅一種語言嘅意思啦。但係其實我喺呢一度曾經遇過一件事情啦，就係我夜媽媽喺度等車嘅時候，有一個先生呢就走過嚟問我啊，知唔知邊架車幾多點會到啦？咁然後同佢傾偈之下呢，都好了解其實佢淨係識得講佢嘅家鄉話，而佢嘅普通話都唔係咁好咯。其實喺呢一個交流裡面呢，我係覺得佢都幾善良啦，同一時間都會 feel 到佢係無奈咯。即係喺佢嘅角度，可能佢年紀大，所以佢就冇太多嘅能力去學好一種語言。同一個時間令到我反省到一件事，就係即係可能同佢嘅一個短短嘅小談話之中，我其實係應該可以問下佢，你本身嘅母語講拜拜係點啊？咁然後等我哋正式講再見嘅時候，可以嘗試下用翻佢嘅語言去同佢講再見。我覺得呢一樣嘢先係真真正正嘅文化交流咯。語言呢一樣嘢本身都冇高低之分，溝通到就可以啦。而喺一個英語體系嘅社會裡面，其實都可以。What is your mother language? Do you speak Cantonese or Mandarin? Do you speak English? 其實係應該可以 be friendly 少少嘅。呢半年呢，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嘢啦。眨下眼呢，就已經半年有多啦。其實我都好想拍一條半年嘅感想片啦，同埋我留意到好多香港同埋加拿大溫哥華呢一個地方嘅一啲大不同啊。咁其實就着手緊準備㗎啦。咁呢，我就好希望可以同大家 update 咗我呢一個咁驚為天人嘅事情，之後先至再拍呢一啲比較輕鬆少少嘅類型。咁希望呢一件事都唔好帶俾大家一個太沉重嘅感覺啦。另一方面呢，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有紋身。即係呢，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啲相，或者我條片頭呢，其實我都有啲相係見得到我係有紋身嘅。咁我唔知道大家對呢一樣嘢有咩睇法啦。希望聽完我咁講，如果你對紋身有少少偏見，或者一啲覺得黑社會咁樣嘅感覺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有少少改變個諗法。咁希望大家唔好因為咁樣unsubscribe 我啦。同一時間呢，可能我出片嘅次數唔係太密啦。咁我覺得我今次呢一條片對住個鏡頭呢，就冇咁緊張啦已經。咁呢一樣嘢都係一個好嘅進步喺裏面啦。因為主要我覺得我希望我自己未來可以睇得返我嘅片，每一條都係有內容有質素嘅。即係雖然唔係話質素好好啦，但係起碼至少唔會太無聊先咯。咁所以呢，我都盡量可以嘅話呢，都係保持返我嘅質素喺裏面。所以出片嘅次數，我堆咗好多片我都仲未剪。另一方面呢，我發現呢邊4月份呢，仍然都仲係好凍啊！即係只要係落雨天呢，冇太陽呢，或者個風好大呢，都係凍冰冰。我到今時今日呢，都仲未脫離到我件棉褸啊！再加我件羽絨仔。
所以咧，我開始有啲懷疑呢一邊咧，其實一年四季都係咁凍。即係一個咁怕凍嘅人咧，我唔明點解我會走咗嚟北美洲。咁但係咧，好快就6月、7月、8月呢3個月份嘅日照咧，都係非常之長嘅。我超級期待我可以去玩啊！咁同一時間咧，我已經發現咗呢一邊咧係有得 skydiving 嘅。咁呢樣嘢咧係我20歲頭嘅時候咧，就已經想 plan 去關島度跳飛機，再加揸飛機嘅。咁咧可能就要變咗去 BC 省呢一邊去完成呢件事啦。我呢一段時間咧，有陣時會喺度幻想緊我自己喺架飛機度跳落嚟有幾驚。咁諗起咧都覺得有少少興奮。我都好希望自己可以快啲有呢一個勇氣去俾錢。我相信呢啲嘢殺到埋嚟咧，我就會成功噶啦。因為我每一次好驚險嘅旅程咧，都係咁樣發生噶。我諗應該好多人都聽過 YouTuber 咧，可能都係向住一個1000訂閱嘅目標啦。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 subscribe 啦，同埋 share 出去啦。咁記得 CLS 啦 ，comment 係非常之重要㗎。你哋每一個 comment 咧，都係可以令到 YouTube 推一推嘅一個動力嚟嘅。好多謝一直都有睇我片嘅人，你哋嘅不離不棄同埋每一個 comment 對我嚟講都係無盡嘅感激。因為你哋肯睇一個好普通、好平凡嘅一個普通人，係一件好奇妙嘅事情嚟。好多謝你哋每一位，好長氣咁樣再一次呼籲大家記得 CLS 同埋 subscribe 我 channel。我哋下條片再見啦 ，ciao。我又漏咗講啊，呢一份工呢，睇得到帶俾我嘅傷痕啊，呢啲然後青筋 ，Oh my god！當然啦，右手都有，但係就冇嗰啲一條條痕咯。係因為麵包鋪裏面嗰啲 price tag 又戒到啦，到依家都未消退，都唔知幾時先至好返。曾經做過嘅一啲年啦，一間鋪，